8年没回国的我，最近回来国内是什么感受？第一点让我震惊到的是，真的太方便了。我住的酒店由机器人送餐，外卖员把餐放在机器人里，输入房间号，机器人就会自动上楼送到我的门口。我们在美国送快递的时候，还需要自己打包之后自己送去邮局。在中国，我们直接手机上预约，什么都不用准备，然后快递员直接上门，带上箱子帮你打包好。旧衣服回收也是如此，在美国我们需要自己打包后送去一些柜子里或者是 Goodwill， 在中国手机上预约一下，有人上门来收旧衣服，而且是不用钱的。几乎你的所有需求都能通过手机一键满足。节省下来的时间呢，你只需要去工作，其他的一切动手指，各个平台会满足你几乎所有能合法实现的需求。这次回来呢，少不了的是去医院检查身体和做各种身体的保养。国内看病有多方便呢？上午我在手机上预约了洗牙，下午就可以去洗了。我是在广州的中山大学附属口腔医院洗牙，环境很好，交通也很方便。自费的话呢，花了大概350人民币左右。那么接近8年没有回来啊，除了感叹生活很便利之外，就是对于物价的震惊。东西真的比我上一次在国内的时候贵了特别多，国内的生活成本比我想象的要高非常多。在上海的某些地方的物价，我甚至觉得跟加州湾区差别并没有很多。这次去上海有一晚，我去逛了一下新天地的附近，到处都是各种大品牌，餐厅的人还是很多，但不是说国内经济不好吗？所以我问了一下朋友，国内经济真的是不是不好啊？我看到处都是人啊，然后我的朋友跟我说，热门的餐厅之前都是需要排队的，现在都不需要排队了。那么除了问朋友之外，我在路上在餐厅上都会观察大家，坐滴滴的时候呢，也会跟司机聊聊天，大家都透露出了对经济不好的哀叹，所以不敢消费，只能努力的去工作。司机跟我说，他一周都跑7天的车，不敢休息，就算钱少的单子也得接，不然平台之后就不给你派单了。有一晚，偶尔我听到一个外卖员跟另外一个外卖员在电话里说，才晚上11点，你有没有追求啊？我昨天可是做到凌晨2点才下班。这个实话实说啊，我们假如你这张单20块钱，我们以前最少有40块钱，降价了。它所有的平台都是恶性竞争，就是你现在卖东西一样的，是不是？每样东西都是恶性竞争。对，就是各种券是吧？各种优惠啊，超东西呢恶性竞争的，你降它又降，你降它又降。那像这种10几块这种单，你们能挣到多少钱啊？没得，必须得跑啊！电车，你这个都不接的话，你没单的。他不给你分配。是啊，他是平台化嘛。你不跑，大把的人跑。是。经济不景气。你进场，他们工资也不高，是不是？老板也黑心，说实话。另外一个观察是，国内很多幼儿园都合并了，因为招生困难，大家不敢生孩子，不敢消费。其实本质上是对未来没有希望，而消费的下降和生育率的降低又会增加经济的萎靡。我相信这也是很多人之所以发现我频道的原因。内需不行了，大家就想办法出海。中国的供应链真的非常强大，几乎各种产品都有成熟的供应链，但真正了解外国人需求、了解外国市场、会做品牌的企业却不多。所以跨境电商在国内很火，但是真正挣到钱的又有多少个呢？是什么人呢？什么企业呢？比如像 Anchor 和 Shein， 充电宝和衣服，这些在中国都有极其成熟的供应链。这次从美国回来，中途去了好几个城市啊，大家有看我上一期视频都知道我去了日本。那么中途呢，我就把身上的充电宝都给弄不见了，不是丢在饭店，就是丢在计程车上了。所以回来之后，我又在淘宝上又买了一个充电宝。在网上买这个充电宝的过程，我就发现选择真的太多了，眼花缭乱。其实我知道
无论选择哪一家，其实背后的供应链工厂可能都差不多，只是品牌的问题。但恰恰就是这个品牌的问题，就让 Anker 这种选中一个品类，比如充电宝这种在国内极其发达供应链的产品，去围绕它打造品牌，做外国人喜欢的设计，通过大规模的红人植入，把品牌真正的做起来。其实这一套吸引也是这么做的，只是品类不太一样。在中国能生产高质量产品的厂家实在太多了，但是懂得外国人喜欢什么，懂得如何做品牌的人在中国实在太少了。所以没有品牌的产品只能在淘宝上靠低价，或者是投很多淘宝的站内广告，最终净利润很低。然后我们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也很疲惫，其实东西都差不多嘛。作为消费者的我，其实只是想快速的选一款质量好的、外观符合我审美的产品而已。比如我知道小米的质量是有保证的，设计语言是我喜欢的，我就直接会搜索小米，然后就买他家的所有东西就好了，这省了我很多选择的时间。中国人太忙了，平台研究如何更快的把快递送到你家，把外卖更快的送到快递柜，更快的打到车，这种极致的效率和生活的便利，而随之带来的是无奈与矛盾。交通的拥堵，路上送外卖的、拉货拉的、骑共享单车的，我这次回来国内都没有敢在国内开车啊，实在是非常恐怖。我发现国内的服务业提升了非常的多，我们的生活都依附在平台上面。那么平台有评价的体系，有时候不是外卖小哥不想遵守交通规则，而是如果他遵守了交通规则，根本不可能准时送到你的订单。不准时的话呢，他又会投诉。你说他想这样冒着生命危险在路上窜来窜去吗？他也不想。另外在国内的地铁里啊，你会看到几乎每一个人都在低头玩手机、刷手机，有人在刷抖音，有人在看小红书，有人在玩游戏。我在外滩看到很多大爷大妈都在搞直播，仿佛手机成了与世界互动的唯一渠道。中国变化很大，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在这样的环境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。这么多年没回来了，很多地方变了，人也变了。邻居从中年人变成了老年人，从小看着他长大的小弟弟，现在成为了爸爸。打开 CCTV5 看 NBA， 解说还是瑜伽，只剩下他头发白了，解说反应比之前慢了很多。虽然我知道生老病死都是生命的规律，但也让我再度反思生命的意义。或许死亡是生命中最好的发明，因为时间有限，所以我们不要浪费时间去过其他人的生活，不要被教条缚束，那是其他人对生活的思考，不要被其他人嘈杂的观点掩盖了你自己内心的声音。还有最重要的是，你要有勇气去听从你内心的直觉和内心的指引。下面是我很欣赏的企业家季琦先生在他的书《创始人手记》中我做的一些摘录。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就是一件艺术品，要将自己的一生当成一件最独特、最重要、最昂贵、最优美的作品来创作。当我离开这个世界，最有意义的一定是顺从我的内心，活过、爱过、创造过。我只是这个世界的过客，不管会不会回来，我没有理由自大，也没有理由自卑。我不害怕失去，也不喜乐得到。我不必慌张地抓紧感官的欢愉，也不必自寻烦恼，纠结在思想的循环中。不回来是顺道，回来是因缘。最后，我希望我自己走的时候能在世界上留点什么，对大家有价值的东西。我希望这个频道就是其中一个。我对未来还是充满希望，我觉得我们产品还是有很多机会。我们中国人真的太聪明了，充电宝有 Anker， 女装有 Shein， 还有这么多的产品，我们有优质的供应链可以挖掘。只要一个产品类目做出品牌就已经很不错了。
希望未来在产品上不仅仅看到的是 Make in China， 更加重要的是 Design in China。Brands born and raised in China。 我是 Braden 布莱登，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